你有没有想过啊？房贷利率飙升到20%，超市的牛奶价格3个月翻1倍，辛辛苦苦攒下的钱3年内就不值钱了。这不是灾难电影，而是美国真实经历过的70年代的滞胀时代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讲清楚上一次美国的滞胀是怎么发生的，当时美国的普通人生活有多么悲惨，当时做什么行业能赚钱，什么行业最倒霉，在那样的环境之下，资产该怎么配置，美国政府最后是怎么应对的，效果好不好？咱们先把概念说清楚啊。滞胀其实呢，就是经济停滞加上通货膨胀。它和我们熟悉的经济衰退不一样，衰退通缩可以救，通胀可以管，但是滞胀，一个经济增长停滞、高通胀甚至失控的局面是最难搞的。美国70年代滞胀爆发的导火索有3个，第一个就是美元和黄金脱钩了。1971年，尼克松宣布美元不再锚定黄金，开始了无限量印钞的模式，为通胀埋下了伏笔。第二次就是2次的石油危机，分别是1973年和1979年。当时呢，石油价格暴涨了好几倍。作为能源的核心呢，石油价格推动所有商品价格全面的上涨。第三呢，就是美国当时工资和物价产生了一个螺旋，劳动者要求涨工资，企业把成本转嫁给商品，提高价格，工人发现生活成本上涨了，于是呢再要求涨工资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工资物价螺旋，进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。那美国当时的普通人经历了什么呢？让我们用一个第一人称的视角代入。我是1975年在密歇根州工作的一名普通的职员，工资年年涨，但是物价涨得更快。早上去超市抢牛奶要排半个小时的队，还排不到，存钱根本没有用。通胀一年10%以上，银行利息还不到5%。我父亲退休的养老金3年缩水一半，我贷款买房利率是18%。我朋友的工厂倒闭了，去开卡车还贷。美国当时的数据是这样的啊，通胀率一度突破了14%，GDP 的增长几乎是停滞的。美国的失业率飙升至了10%，股市从1966年到1982年基本上都是横盘的，甚至是负的。所以当时的美国人呢，干得越多，亏得越多，什么都不干呢，手里的钱也还在贬值。在滞胀发生的时代，做什么行业好，什么行业不好呢？那个时候，美国呀，行业的输家和赢家非常的明显。幸存者行业包括石油啊、天然气呀、能源类的公司，因为什么？油价在暴涨。还有呢，黄金类的公司，还有做银矿类的、贵金属相关的。黄金在美国的70年代到80年代初涨了将近20倍。还有什么好啊？当时你去做军工，哎，这肯定是赚钱的。农业不管什么时代，大家都要吃饭，基础消费还是跟民生相关的。什么行业最惨呢？哎，肯定是制造业，因为订单减少了，同时呢，各项成本还在上升，原料成本上升啊，劳工的成本也在上升。其次，什么不好啊？房地产和银行，因为高利率杀死了贷款和消费。还有什么不好？文娱和旅游行业，因为大家没有心情，也没有钱去文娱和旅游了。所以呀，以史为鉴，在一个经济滞胀的年代，普通老百姓尽量把自己放到一个比较有前景的行业。哎，石油、能源类的、天然气、黄金金矿、金属类的、军工、农业、基础消费，什么行业不好，大家要避免。制造业房地产、银行、文娱、旅游，那这些行业呢，不论是你个人还是你的投资，都要避免。
那在一个滞胀的经济环境当中，普通人该怎么样守住自己的财富呢？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讲讲滞胀时代的资产配置。首先，大家明白一点，现金不等于安全，因为你的实际购买力每年都在缩水。第二点啊，就是在滞胀年代，黄金会大爆发。在美国的70年代，黄金从1971年的每盎司35美元涨到了1980年的850美元。第三点啊，在滞胀时代，股票不值钱。美国标普500整整16年没有实际回报。第四点，滞胀年代不要去炒房地产，因为滞胀的年代，房地产的利率太高，不适合炒房。第五呢，就是短期国债利率很高，但是仍然跑不赢 CPI。所以你看啊，在滞胀的年代，只拿现金不行，股票不行，房产不行，短债也不行。滞胀的年代，黄金是靠谱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70年代美国的滞胀时期，美国政府是怎么应对的呢？70年代啊，美国政府换了3任总统，但是政策多次反复横跳。第一个，价格冻结失败，这是尼克松政府做的事情。他一度呢试图冻结工资和商品的价格，结果呢造成了供应短缺，最终呢宣布价格冻结这个方法是失败的。第二个方法呢，美国采用了财政刺激，但是这个方法后来被证明也是失败的。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消费导致了通货膨胀继续恶化，最终的大杀招来了啊，就是沃尔克的加息。这招后来被历史证明是有效的。从1979年开始呢，美联储主席沃尔克连续的暴力加息，联邦基金的利率一度甚至冲上了20%，全美国经济陷入了深度的衰退，但是终于在1983年成功的压制住了通货膨胀。这段时间啊，美国的经济就好像接受了一场外科手术，疼，但是必须这样做。美国70年代的滞胀留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？我总结3条。第一条啊，就是不要迷信纸面的财富，在它没有正式的变现之前呢，它都只是你脑海当中的一串数字。在滞胀的时候，房子的价格会下跌，股市会下跌，你的存款的实际购买力也是在下降的，所以钱只是一个数字，抗通胀是核心。第二个教训呢，就是要提升个人抗风险的能力，在滞胀时期提升自己的个人技能，不要等到你的行业倒下再想着去转行。第三点呢，就是你的资产配置要有抗通胀锚。在经济滞胀的时期呢，你可以配置的 ETF 就包括黄金 ETF、农产品 ETF、能源 ETF 等。还有呢，你可以保持一部分资产的流动性，以应对利率的快速变动。美国70年代的滞胀是历史给我们上的最深刻的一课。最后呢，给大家留一个思考题：如果滞胀真的来了，你最想配置哪一种资产呢？欢迎把你的答案写在留言区，我们下期见。